你肯定想象不到，眼前这个一脸肾虚的家伙，只是简单的讲了一句话，便让超过万数的魔王军全部阵亡，随手在小本子上涂鸦几笔，便让早已死去的勇者起死回生。更夸张的是，他那自身的等级竟然只有1级而已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逆天的存在，却被自己的同伴给解雇了，却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于是卡普不解地问道：为什么要解除他魔界四天王的身份？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当然因为你是最弱的一个。在听完以后，卡普有点蒙圈，但是下一秒他便立即反应了过来，难道是1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吗？当时他们4的在为魔王军做宣传时，一个记者曾询问道，他们4人之中谁最弱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卡普感到了无聊，毕竟他们4人从小便是青梅竹马，即便是长大以后，他们也依然形影不离，就连四天王这个系统也是他们一块创造的，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是命运的共同体，所以说他们之间怎么会有这种强弱优劣的关系？正当卡普对这点坚信不疑时，那尴尬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2名同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，并且向媒体说道，他就是四天王中最弱的那个。从此之后，这句话便在魔界中传播开来。对于这一点，卡普表示，那个难道不是你们的演出吗？怎么就当真了呢？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，谁在跟你演戏啊？如果四天王中有你这么一个弱鸡的存在，那么连我们的实力也会受到质疑，这可是关乎到魔王军士气的问题。听到这，卡普疯狂地吐槽道，开什么玩笑，事情会变成这样还不都怪你吗？然而还没等他吐槽完，布雷泽鲁便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，并开口说道，你的解雇是已决定的事项，所以识相的话就收拾好你的行李，赶紧从这里给我滚出去。一旁的沃切尼斯此时也开始了补刀，我们其余3人早就已经超过了100级，而你却还是1级的菜鸟，不解雇你解雇谁？对于这一点，路维亚有不同的看法，他感觉是因为卡普那特殊的属性才导致的这一结果。正当他要将对方的属性说出时，卡普中断了他的讲话。他感觉即使是那样，但是自己确实也只有1级而已，因此他也无法做出布雷泽鲁那种夸张的攻击效果，而且至今他也没能在魔王大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，所以就连一块领地他都没有。听到这里，路维亚不由得小声说道，为什么你就这么不好说话？没听清楚的卡普随即便询问他刚才说了什么，而这次路维亚一改之前的口吻，并开始口吐芬芳起来。卡普听完后也没惯着他，随即便抓着他的双手开始了疯狂的吐槽。然而没讲2句，路维亚便为自己不能帮到他而表示了抱歉。对于这一点，卡普立即回以感谢，并让路维亚不用担心。就这样，卡普在收拾完行李后便离开了魔王的城堡。他本想就此回到乡下的家中安度晚年，但是没成想在回到家中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火海，这让卡普的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。对于传闻中最弱的四天王塔普大人来说，真是一场灾难啊！然而话音刚落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便传入了蜥蜴人的耳中：我的家是你烧的吗？对于这个提问，蜥蜴人不以为然，反而是依然在那自说自话。然而这次还没等他说完，卡普便用更冰冷的语气再次重复了一遍：这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看到这里，蜥蜴人随即讽刺道：区区一个1级的弱鸡还挺有气势的嘛。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按照无主四天王之一布雷泽鲁大人的命令，只要杀掉你的话，那么自己将会成为新的四天王。对于他的讲话，卡普只是平淡的回道：是吗？那么你可以去死了。然而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那现场之内竟无任何事情发生，却直接给蜥蜴人整懵了。在反应了好一会后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并随即开始了大笑。闹了半天，你刚才那么威风，原来是在装腔作势啊！亏你之前还好意思当魔界的四天王，什么去死啊？要去死的也是你吧？然而话音刚落，蜥蜴人便跪倒在地，并开始口吐鲜血起来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状况，他一头雾手，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此时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布雷泽鲁没跟你说过吗？四天王也有各自擅长的领域，布雷泽鲁擅长的是火，沃切尼斯擅长的是水，而入维亚则是风，至于我的话则是死。然而还没等卡普讲完，蜥蜴人便已领了盒饭。看到这里，卡普不由得感叹道：这个房子可是从魔王大人那里借来的呀，真是不知道布雷泽鲁怎么教育的手下，现在无论是地位还是房子乃至自己的爱犬都已不在，看样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。然而正当他还在为此而感到绝望时，身后的一个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卡普回头一看，发现原来是他的爱犬科尔伯洛斯，最让他喜出望外，并随即上前拥抱起来。一顿寒暄过后，卡普将自己已不再是魔界四天王的事告知了爱犬，并且他感觉最近肯定还会有人找他的麻烦，到时候可能会将他卷进危险当中，所以卡普给了他2个选择，一个是明知危险也依然要跟他在一块，另外一个是将他托付给路维亚，这样的话他的安全便会得以保障。然而还没等卡普说完，他的爱犬便头也不回的开始往路维亚的家中跑去，空留下那一脸茫然的卡普站在原地。看到这里，他也只能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向爱犬道别。在躲避了几天的暗杀后，卡普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魔界与人界的交接点。虽然这让他感觉到了茫然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既然现在魔界里有人盯上了他的性命，
那比起魔界还不如潜伏在人类的国度更为安全一些。况且他的种族本就是从人类转变而来的半不死族，所以即使混入人类之中，他们也很难发现自己的身份。想到这里，卡普随即决定他要前往人界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他的头上便掉下了一个庞然巨物，却让他感觉自己还真是多灾多难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屈原起身后的一番话语更是让他感到了一脸茫然。只见这个身高2米的壮汉突然对卡普说道：“没想到刚解决完勇者，又来了一个送死了。你不会也是勇者的同伴吧？不过这也无关紧要，毕竟你很快便会跟他一样成为我刀下的亡魂。如果你还在想该如何击败我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因为本大爷可是拥有8个灵魂的男人。”对于他的讲话，卡普不屑一顾。他很清楚对方是以何种手段得到了这些灵魂。对活人使用毁死魂这个死性魔法的话，不仅会使对方痛苦无比，而且还会使他们的灵魂无法超生。想到这里，卡普虽然不认同对方的做法，但是为了不节外生枝，只能简单的敷衍了几句，并随即开始询问起对方的身份。对于他的提问，壮汉感到了吃惊，他没想到居然还有人类不认识自己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他又感觉其实也无所谓，毕竟眼前之人很快便会被自己干掉。于是他开口说道：“为了让你死不明白，我这告诉你吧，吾乃狂死的瓦萨格，喜欢的类型乃是银发的少年。”说完后，他便抡起武器朝卡普方向攻去。对于这来势汹汹的攻击，卡普丝毫不慌，只是简单的说了句“死吧”。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瓦萨格也察觉出了身体的异样，却让他不解地喊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有8的灵魂了。”对于这个问题，卡普一脸无奈地回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呀？就算你命再多，急死就是急死。”伴随着瓦萨格彻底的倒下，那受困于他体内的灵魂也得以解放。在目送完他们后，卡普便开始查看起从瓦萨格身上搜到的战利品。然而在打开以后，他才发现里面的物资少得可怜。正当他在为此而吐槽时，对方的武器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却让他立即将其收入囊中。在收纳的时候，卡普发现这把沉重的武器并不是远征用的装备，所以他猜测瓦萨格很有可能就住在这附近，并且刚才他好像还提过勇者什么的，而且他的身上还留有一股不同的死臭。想到这里，卡普随即便掏出了死神杖，并随即翻找起来，却是一本记载着死去之人各种经历的书籍。瓦萨格的记录自然也在上面。不多时，卡普便通过书籍上的线索，顺利地找到了瓦萨格的住所。然而在他走进去后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被囚禁的银发少女，却让卡普有点始料未及，并让他随即在心中吐槽起来。与他的反应形成对比的是银发少女，此时他的眼神中尽是恐惧。看到这里，卡普急忙表示自己并不是坏人，让他不用那么担心。随后又询问道：“也就是瓦萨格口中的那个勇者了？”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勇者大人为了救我，已经……”顺着他的眼神，一个身影也映入了卡普的眼帘。他发现对方是一名红狼族的少女，虽然已经死去，但是还保有体温，却让他随即询问起勇者的名字来。在得知对方叫帕菲米亚后，卡普便又将他那死神杖拿了出来。正当银发少女还在为此而不解时，卡普已经在账本中找到了勇者的名字。只见他手握钢笔，并在死神杖上写道：1小时前因龙牙刀的一击而死去的帕菲米亚，在那之后又活了过来。伴随着他书写的结束，帕菲米亚的周围也产生了数道法阵，那生的气息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了洞穴之内。不多时，那本应早已死去的勇者竟然起死回上望。对于这一奇迹，银发少女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让死者复活的魔法，那可是就算汇聚上百名高位的神官，也无法将其施展出来的大型魔法。而眼前之人竟然连圣坛和圣遗物都没有使用，就能成功施展出来。想到这里，银发少女不禁地在心中发问：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为了搞明白这点，于是银发少女便向卡普询问道：在没有圣遗物或其他道具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你还能施展出复苏的魔法呢？对于这一点，卡普感觉难道很奇怪吗？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，好像复苏的魔法最近被人类列为了禁术来着。与他们不同，因为魔族生殖能力比较低的原因，所以自己不得不每天以上千人为单位，不停地复活着那些白白送死的士兵。然而即使自己再怎么努力，那复活的工作也依然看不着尽头，加班之后又是加班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没有机会去战场上建功立业，等级也只能永远停留在1级。没想到这么敬业的自己竟然也会被解雇。想到这里，卡普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好像还没回答银发少女的问题，于是他急忙寻找其他话题以求糊弄过去。对于这一点，银发少女并没有深究，反而对他表示了感谢，并且称呼他为圣者大人。银发少女的这一反应让卡普有些吃惊，并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叹道：没想到仅仅只是复活了一个人就收到了感谢，真想把他的指甲泥熬成药给4天王喝呀！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幻想时，一个声音中断了他的思绪。只见此时那地上的勇者终于彻底的恢复了意识，并随即大喊好疼起来。这时卡普才反应过来，并随即表示自己的复活魔法并不会将对方所受到的伤害彻底恢复。听完后，银发少女急忙让卡普为自己解开枷锁，随后便来到了勇者的身边，并立即开始吟唱起那恢复的魔法。
一时间那神圣的光芒竟在两人之间不停的闪烁。看到这里，卡普惊呼道：“大神的西吹吗？这个魔法应该只有高位级别的神官才能施展得出来，看样眼前这名少女的身份一定很不简单。”然而还没等他思考完，银发少女的恢复便已结束。在看见身体无恙后，勇者帕菲米亚立即向银发少女表示了抱歉，都是因为自己太弱的关系，才导致她遭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对于这一点，银发少女让她不用在意，毕竟现在他们都还活得好好的，而且这应该也是神明赐予他们的试炼而已。如果非要谢的话，也应该是向眼前这位圣者大人道谢才对，因为是他将你救活过来的。说到这，银发少女才注意到他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，于是她急忙说道：“自己名为夏龙，是侍奉神明的人。”一旁的勇者替他补充道：“夏龙可是很厉害的，毕竟她可是被人们称呼为预言的圣女。”在听见这个词后，卡普瞬间不淡定了，因为人类的圣女在魔界里可是非常有名的，她那准确到令人恶心的预言，让魔王军好几次都大败而归。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的年轻，而眼前这位就是被他选中的勇者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思考时，那一旁的勇者竟突然询问起了他的姓名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卡普不加思索的便脱口而出，反而讲到一半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如果说出真名的话，那不就暴露身份了吗？于是他急忙改口称自己为卡普亚。看着眼前两人并未对此而产生怀疑，卡普在心中暗自庆幸，太阳是蛮混过去了。没想到一上来就遇到了预言的圣女和勇者，这对组合对于魔族的自己来说可谓是最糟糕的存在。想到这里，卡普随即决定让他们带自己前往人类城镇后再立即告别。于是卡普向两人建议早点离开这里。对于这个提议，勇者表示了同意，毕竟瓦萨格可能快回来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卡普让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自己已经将其打倒。随后便将对方的武器拿了出来，在看见以后，两人表示了震惊。要知道瓦萨格的等级可是110级啊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超厉害的狂战士。想到这里，圣女急忙询问卡普的等级，而得到的答复却是1级。这句话直接给两人整跪了。勇者让他不要再开玩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嘛？而一旁的圣女则要用魔法鉴定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是多少级。然而得到的结果让他不敢相信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只有1级而已。清完后，勇者急忙询问卡普，他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能越级将瓦萨格打败的？此时卡普心里慌得一批，并大呼糟糕。然而正当他还在为此而苦恼时，一旁圣女开口说道：“难道你是一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超级战术家呢？”这句话直接给卡普整懵了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反驳，圣女便继续说道：“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，你肯定是驱使战术将那个邪恶的战士打败了，对吧？”一番话语下来，给那一旁的勇者听的是热血澎湃，随即他便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却让卡普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然而这次依然还没等到他开口讲话，勇者便率先说道：“卡普亚大人，请你收我为徒吧。”这句话让卡普始料未及，他没想到自己在踏入人类圈后，首次碰到的事件竟然是与勇者和圣女的相遇。就这样，卡普在一边拒绝一边赶路的情况下，成功的抵达了附近的城市。看着周围一片祥和而安宁的景象，卡普感觉这里真是一座不错的城镇，正好可以让他悠闲自在地展开第二个人生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得想个办法尽快甩掉勇者与圣女的纠缠。于是卡普瞎编了一个理由，然后就要与两人分道扬镳。然而此时勇者再次使出了那独门的绝技，让卡普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此时，一旁的圣女向卡普询问道：“你之前不是说想在这个城镇里寻找一份工作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工会吧？那里可是职业的介绍所，我们也正打算前往那里登记为冒险者。”在听完以后，卡普瞬间来了兴趣，并随即表示想去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他便察觉出自己好像上套了，于是又急忙改口，并询问起两人：“难道你们不是要去打败魔王吗？”圣女表示，虽然他们原来是这样打算的，但是以现在勇者的实力，恐怕无法做到。此时勇者也表示自己的战斗经验还不够，就算现在去和魔王军战斗也毫无胜算。听完后，卡普感觉也的确是那样，虽然在他看来帕菲米亚有着很强的潜在能力，但是他那战斗的经验又有点惨不忍睹。此时圣女再次表示，所以他们才要去当冒险者，因为这是累积战斗经验的最快方法。而勇者与他的看法不同，他感觉最快的捷径应该是成为师傅的徒弟才对。然而还没等他讲完，卡普便中断了他的讲话。随后卡普表示，也就是说陪你们到工会为止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在看见卡普已同意了前往的要求后，勇者随即便将其抱于怀中并欢呼起来。就这样，三人在穿过几个街道后，便成功抵达了工会。在进入到内部以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安静祥和的景象。在小心翼翼地穿过了人群后，卡普也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员的面前。面对他的询问，卡普随即表示自己想找一份简单的工作。听完后，勇者与圣女惊讶地问道：“难道你不打算当冒险者吗？”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我才不干吧！至今为止，他已过够了打打杀杀的日子，现在他只想成为一个依靠头脑吃饭的普通职员。”在填写完姓名后，接待员便开始询问起卡普的学历来，这让他一脸蒙圈。看见他说不出来后，接待员又询问卡普有没有相关资格的证件。
还有他有没有所属的职业工会以及介绍信之类的。在看见他一样都没有后，接待员随即表示抱歉，并向他说道：“这样的话能为卡普亚先生介绍的职业。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卡普便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没有吗？”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有倒是有，那就是负责喂猫的铲屎官。听完后，卡普依然不放弃，于是开始询问起薪酬的问题。在得知只有猫粮的那点程度后，卡普也随即陷入了绝望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身后的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如果是当冒险者的话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只要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，一边万事 OK， 而且在提升了级别后，即便是想拥有豪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哦。”在听完以后，卡普感觉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，随即便向接待员说道：“要不我也做冒险者吧。”对于这一点，接待员表示没有问题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工会需要先鉴定一下冒险者的资格。随后，接待员便将一颗测试的水晶放于他的面前，并表示只要将手对准这个魔道具即可。然而，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，却让卡普犯起了难，因为如果水晶里的是最高位的鉴定魔法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会看破他魔族的身份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犹豫时，一旁的勇者表示自己想先接受测试，说完便来到水晶的面前。只见在他伸手的瞬间，那测试的水晶便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其高贵的颜色瞬间便引来了其他冒险者的围观。工会的水晶是根据浮现出的词汇来判断冒险者的资质，而帕菲米亚的测试结果则是“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”。这瞬间引来了勇者的吐槽，与他的反应形成对比的是接待员那边，因为曾经出现过这句话的人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勇者，也就是说这是观测史上最棒的话语。在听完后，帕菲米亚急忙称赞夏龙的预言非常的准确，而在听见圣女的姓名后，接待员急忙上前确认他的身份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圣女丝毫没有隐藏，随即便将自己与勇者的身份告知了大家，并且还将他们来当冒险者的原因也一并说出。而另外一边的勇者则在催促卡普去做等级的鉴定。在听见勇者管他叫师傅后，接待员一脸吃惊，卡普只能一边解释一边朝水晶走去。通过刚才的测试，卡普已经确定眼前的水晶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于是他也开始了等级的测试。然而在他伸手的瞬间，那神圣的光芒便迸发而出，其耀眼的程度让众人无法直视。卡普也对眼前的景象感到了吃惊，他觉得自己的测试好像跟勇者的有点不一样。然而伴随着光芒的散去，那水晶之上也浮现出了结果，只见两句不妙啊呈现在众人的眼前，却让他们立即目瞪口呆起来。在反应了好半天后，接待员才发现眼前的这个词汇以前从未出现过，虽让众人再次感到了吃惊。随即他们便兴奋地欢呼起来，没想到他们今天不仅见到了勇者与圣女，而且还见识到了新的词汇，说不定眼前的一幕将会载入史册。与他们的反应形成对比的是卡普那边，此时他正在对眼前的状况而感到了一脸问号。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，圣女便感慨地说道：“没想到卡普亚大人竟然能诞生出新的词汇，你一定是神明大人派来的救世主吧？”然而话音刚落，一个声音便中断了众人的欢呼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见证工会历史被改变的一刻。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一个身形魁梧的老人也缓缓朝他们走来。冒险者们在看见他后立即惊呼道：“这不是元婴级冒险者的工会会长吗？”与他们的表情不同，此时的会长明显来者不善，却也让那热闹无比的工会瞬间安静了不少。在来到众人的面前后，工会会长便不由得感慨道：“你就是诞生出新词的冒险者了，原来如此，身材挺不错的呀。”听到这里，接待员急忙提醒牌认错人了，于是他又转头看向了圣女，并说道：“原来你才是那个冒险者了呀。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接待员的提醒便再次响起。然而这次会长丝毫没有理会，反而是想继续跟两人增进一下感情。已看不下去的接待员只能给他指出了正主。在仔细观察后，会长一脸失望地说道：“还真是不起眼呢，不仅脸上没有丝毫强者的感觉，而且眼神也跟死鱼没什么两样。更要命的是那副身体简直是弱不禁风。不过比起这个，虽然老夫做了将近40年的工会会长，但也从未听过不妙啊这个词汇。所以究竟是比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还要拥有更高的资质呢？还是比最低水平的真丢人那更低呢？又或者说真的是个不妙的存在，例如魔族之类的？”这句话瞬间让卡普冷汗直流。正当他还在思考该如何回答时，会长则先绷不住了，随即向卡普表示自己开玩笑的，魔族怎么可能跑到人类的城镇里来做冒险者的测试呢？在听完后，卡普瞬间安心了不少。不过同时他也感觉此地不宜久留。正当他在思考该如何脱身时，一个声音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，这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而另外一边的会长感觉，既然不知道新词表示的资质是什么的话，那么只要切磋一下便会知道答案。毕竟这可是作为工会会长的一份责任，他有必要测试下眼前之人是否邪恶。然而伴随着他讲话的结束，卡普竟然也做出了战斗的准备。从他那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让一旁的众人都吓了一跳。不过冒险者们感觉即使这样，他应该也打不过元婴级冒险者的会长。
然而与喧闹的众人不同，此时的卡普已进入了专注的模式。他现在一心想的都是该如何消灭眼前的这只苍蝇，因为亚狮族和苍蝇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自己身上那略微的尸臭味，即使连兽人族都无法察觉，但是苍蝇却可以依靠本能识别出来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自己很可能会因此而暴露身份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立即将其消灭。在确定完位置后，卡普对会长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可千万别动！”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那强烈的杀气也开始向会长袭来，其浓烈的程度让他这个元婴级冒险者都感到了冷汗直流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他也不打算就此退缩。然而面对他这来势汹汹的攻击，卡普愤怒地说道：“老子不是说了让你别动吗？”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会长头上那苍蝇禽流的位置也受到了卡普重重的一巴掌，其强劲的力道瞬间就将会长打入到地板之内。看到这里，冒险者们早已惊呆了下巴，并让他们不禁地喊出了离谱两字。他们没想到如此之强的会长竟然会被卡普一巴掌打倒。与激动的众人形成对比的是卡普那边，在看见自己的手上空空如也后，卡普一脸失望地说道：“看样被他逃掉了呀。”然而就在此时，会长的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，卡普这时才发现他的身后竟然还有人，于是他急忙询问会长为什么要钻到地底，难道是碰到什么难为情的事了吗？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这难道不是你干的吗？”听完后，卡普才反应过来，看样是自己光顾着拍苍蝇了，一个不小心解除了身体的限制。毕竟亚狮族天生便拥有怪力。想到这里，卡普急忙询问会长是否有事，而此时会长则根本不想领情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同时会长也表示他已经合格了。通过刚才的一击，他已看清了卡普灵魂的本质。在听完以后，勇者急忙上前祝贺，圣女也跟他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祝贺。此时圣女身上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卡普的注意，却让他随即表示了抱歉，看样是自己吓到了他。虽然圣女表示并不是这个原因，但是卡普还是依旧用自己的话语安抚着他，这样圣女的心中感到了阵阵的温暖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枚徽章突然映入了卡普的眼泪，却让他随即将其收入手中。与此同时，已从地板下爬出来的会长向他说道：“拿去吧，你有这个资格。”在仔细看清楚以后，接待员惊讶地喊道：“那不是营级的徽章吗？”与他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卡普那边，他感觉开什么玩笑，要是拿着这种东西肯定超显眼。于是他随手就将徽章丢了出去，并表示上面的味道太大了，他才不要拿。在看见他拒绝了营级的徽章后，系的会长立即质问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，而卡普则一本正经地回道：“你不是怀疑我的出身才做了刚才那种特殊的测试吗？所以不要随便把营级的徽章给我这种人了，万一我拿去滥用的话，你又该如何的收场呢？”一顿话语下来，给会长说的是哑口无言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卡普急忙表示自己的等级只有1级而已，所以给他个铁级冒险者的资格就可以了。在听见1级这个词后，会长大吃一惊。对于这一点，圣女表示她所言非虚，因为自己已经鉴定过了。最终在卡普的连环忽悠下，会长也同意了他从铁级冒险者开始的请求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勇者突然冒出，并随即表示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自己也要从铁级冒险者开始。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他的等级已经确定是同级以上了。然而正当勇者对这个表示拒绝时，卡普再次一脸震惊地说道：“帕菲米亚，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同级的冒险者。”虽然勇者再次表示自己想跟他在一起，而卡普则感觉他现在应该做的是一个人锻炼。看着他已产生了动摇，卡普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一直在你身边教你的话，那么一定会忍不住惯着你，那样的话自己岂不是会阻碍到你的成长吗？既然你想跟我一起去冒险的话，那么就努力爬到我的水平吧，我可是非常期待你的成长哦。”一番话语下来，给勇者整的是痛哭流涕，并大呼自己已明白了师傅的良苦用心，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的努力。看到这里，卡普心中一顿窃喜，并让他感觉自己的计划看样行得通。只要勇者持续累积着战斗的经验，相信不久之后他必定会受到国王的召见，到时勇者将会作为英雄而受到众人的拥戴，但穿金戴银的王宫生活也会让他很快忘记自己。想到这里，卡普感觉那极朴素又休闲的生活已经离他不远了。然而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幻想时，一旁的接待员却为勇者指派了一个工会的任务。虽然这个委托难度非常之高，但是勇者依然表示自己会克服万难将其完成。看着他的斗志是如此的高昂，卡普欣然一笑，随后便打算悄悄地离开工会。然而还没等他迈开腿，那接待员便为勇者介绍道，任务的目标是一个拥有着巨大身躯的男性，他不仅可以挥舞手中的龙牙刀进行攻击，而且还能施展出死系魔法，并且据说他还拥有8的灵魂，名字叫做瓦萨格，是个等级3位数的狂战士。虽然已有无数冒险者前去争口，但是无一例外全都大败而归，所以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勇者的身上，并期盼他在成长之后能为城镇消灭这个祸害。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勇者便回道：“不用等那么久了，因为瓦萨格已经被打败了。”这句话立即引起了接待员的惊呼。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，勇者便再次说道：“
师傅已经将他彻底解决了。这句话立即使得众人的目光再次汇聚到卡普身上，随后那惊讶与欢呼的声音便不停地从公会里传出。就这样，卡普那完美的计划也因这一突发的情况而宣告破产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的战场之上，魔族与人族的战斗也仍在持续。在用魔法打开了一个缺口后，路维亚猛然发现魔族的军队竟然没有跟上，于是他急忙提醒沃切尼斯快点行军。然而对方并没有理会他的讲话，反而是独自一人用起了魔法。看到这里，路维亚只能无奈地再次提醒他，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进行作战，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让他不用太纠结，只要能消灭掉眼前的敌人不就可以了。看到这里，路维亚再也忍受不住，随后便大声呵斥起来，这才让沃切尼斯老实一点。解决完这边后，路维亚看了眼后方，并叹息道：“看样复活已经跟不上节奏了，让原本负责在前线大闹的沃切尼斯来后方指挥，果然是个错误的选择。如果让卡普来制定作战的话，他们现在也不至于陷入恐战。太阳大家还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每次在大型战斗的前几天，卡普不管有多么的忙碌，都会抽出时间来提出一套完美的策略。无论是对外作战，还是种族间的交涉，乃至组建四天王的提议，都是他一人搞出的。他们三人只不过是他的附带品而已。没有卡普的话，就连魔王军的运转也无法进行下去。正当路维亚还在为此而苦恼时，人类的军队已经重新的集结，并且已经逼近了他的身旁。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烈焰的虎柱将他救下。随后布雷泽卢也出现在了战场之上。在看见魔王军的统帅亲自出现在前线后，沃切尼斯急忙上前跟他打招呼，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让他重新回到原先的位置上，因为他已看出沃切尼斯根本不会指挥。此时一旁的路维亚询问道：“难道接下来你要亲自指挥吗？”而布雷泽鲁则表示，像这种小场面还没有必要让他这个统帅亲自出马，指挥权就交给路维亚代为接管吧。亲完后，路维亚感觉无所谓，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他一下，魔王军真正的统帅是魔王大人。听完后，布雷泽鲁只是呵呵一笑，他那清冽的态度立即引起了路维亚的不满，却让他质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难道你是在瞧不起魔王大人吗？”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我可没有那么说，不过只是觉得也确实是那么回事。”在撂下这句话后，布雷泽鲁便转身就要离开战场。看到这里，路维亚急忙询问他要去哪里，战场上还有残存的敌人需要扫荡呢。在得到他要回魔王城这个答复后，路维亚再次质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能比追击敌人更重要的？难不成是指女娲在研究所里捣鼓的那个玩具吗？”对于他的讲话，布雷泽卢只是冷淡地回道：“路维亚，你根本不懂那个玩具的价值所在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只要那个能顺利完成的话，那你便会明白，战争的本质将会被彻底改写。”看着往日的同伴越陷越深，路维亚丝毫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心中向塔普问道：“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？”而另外一边的塔普在经过了几天的休息后，以钱包告急的他只能跟勇者他们一块来工会接取任务。在接受委托之前，接待员为他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任务的3种类型，其一是征讨魔物，其二是收集任务，其三则是杂活之类的任务。在听完以后，勇者立即选择了征讨魔物的任务。接过委托书后，勇者一脸茫然，在圣女的讲解下，他才知道了委托的内容，随后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而一旁的卡普则表示自己要接取收集任务，毕竟魔物他早都已经杀腻了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勇者便再次靠上前来。没有办法的卡普只能强行进入师傅模式。他对勇者表示，如果自己离开征讨的地点太近的话，那么一定会妨碍到他的成长。虽然卡普嘴上这么说，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躲避魔物的眼睛，因为他们魔族拥有驱使魔物的能力，所以很多人会通过他们来监视远方。就这样，最终卡普还是选择了收集魔草的任务。临行前，接待员特意嘱咐他，在收集魔草期间，一旦遇到魔物的话，如果能将其击败并带回来，那么工会也会给予他相应的奖励。虽然不能当做征讨任务来结算，但是可以以行情的价格进行回购。一番话语下来，给卡普整的是一脸无奈。他感觉接待员在这给他挖坑呢，那 flag 立的是妥妥的。在接受完工会的委托后，勇者与圣女便来到了怪物经常出没的地点。看着勇者手里的悬赏令，圣女不由得问道：“不知道这只怪狼究竟有多强吗？”听完后，勇者让他放心，自己一定会保护好他的。对于这一点，圣女表示了感谢，并同时说到自己也会使用防御的魔法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。然而就在他俩还在闲聊时，一只硕大的狼爪突然向他们袭来，幸亏勇者眼疾手快，反手便挡下了这一攻击。在看清袭击他们的正是悬赏的目标后，勇者随即便朝他攻去。然而在狼人那灵活的身手下，无论勇者挥舞多少次利刃，都无法伤其分毫。在看着对手竟然如此直菜后，狼人不禁地发出了大笑。然而正当他还在嚣张时，突然勇者一个没拿稳，他那手中的武器竟然飞了出去。面对这突发的状况，狼人有点始料未及，不过好在武器只是划过了他的皮毛后便飞了出去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更为头疼，没想到在失去武器后，勇者的一番乱矛竟让他无法招架，并连连后退。在看着对方不按套路出牌后，随即狼人便打算不再与他们纠缠下去，
转头便跑向了森林的深处。正当他还在思考那两个女人是何方神圣时，突然一个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却让他立即停下了脚步。在看清对方的样貌后，狼人在心中一顿狂喜，并大呼太走运。与此同时，卡普也与他的想法一样，此时他正在庆幸自己选对了任务，不仅远离那两人后安静了许多，而且还能在任务的途中寻找到许多食物。然而正当他还在为此而嘚瑟时，身后的一个声音打破了他的宁静，却让卡普感到了无语。而狼人则一脸兴奋地说道：“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四天王中最弱的卡普大人，在被赶出魔王军后，你居然潜伏到了人类圈里，这明摆是背叛了魔族。只要将你的脑袋送给布雷泽鲁大人的话，那么自己肯定会收到丰厚的奖励。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卡普就已经听得不耐烦了，随即便让他驾鹤西犬，然后起身就要离开此地。突然接待员的一番话语在他脑中闪过，却让他脑袋一热，随后便将狼人收入囊中。回到工会提交完任务后，看着手中的薪酬，卡普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太阳7天内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了。”此时正巧勇者与圣女也回到了工会，看着他一脸沮丧的样子，卡普便已知道他们这次征讨任务看样是失败了。对于这一点，勇者表示了肯定，并开始对他描述起战斗的经过还有怪物的特征。听完后，卡普惊讶地说道：“那不就是怪狼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勇者便询问卡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一脸无奈的卡普只能将狼人放出，然而还没等他开口，大现场的气氛竟变得奇怪起来。正当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，接待员大喊道：“这不是超完整吗？太厉害了，卡普先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仅狼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而且就连一滴血都没有看见，这个学术价值可是非常高的。附近的博物馆以及研究所应该不会对此沉默，说不定价值100万帕鲁克。”在听到这个价值后，卡普立即不淡定了，把奢华的生活瞬间便在他脑中浮现了出来。然而此时勇者的一番话语将他拉回了现实，在听到祝贺他成为有钱人的话语后，卡普立即反应了过来，那到时候岂不是变得超显眼吗？万一身份暴露了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卡普只能无奈地向接待员说道：“既然这么有价值的话，他想将这只怪狼免费的捐赠出去。”对于这一点，勇者非常不解，而卡普则回道：“太阳帕菲米亚，你的修行还远远不够啊！比起眼前的利益，如果能对学术发展起到作用的话，那岂不是更有价值吗？”一番话语下来，感动的众人是痛哭流涕，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却将狼人留下后便潇洒地离去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本以为这样的举动便能躲过引人注目的命运，可是上天却偏偏跟他开起了玩笑，一座名为卡普亚的博物馆就此诞生，他也因此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圣者大人，并受到了众人的拥戴，这也使得他成为了这座城市里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却让他不由得在心中叹息道：“太引人注目了。不过幸好今天勇者与圣女都外出执行任务去了，要不还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”然而伴随着卡普进入工会的瞬间，那身负重伤的勇者也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却让卡普大吃一惊。随即他便上前询问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青红未定的圣女只是回答了句：“是魔物。”看到这里，一旁的接待员急忙为他补充道：“其实最近这附近的森林里突然冒出了一只凶残的魔物，因为普通的冒险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工会只能委托勇者大人前去征考，但是结果有点不尽人意。”听到这里，卡普感觉虽说勇者的实力还不算太强，但是最近他已经累积了不少的战斗经验，能将他伤到如此地步的魔物，想必一定是相当的棘手。为了搞明白对方的身份，于是卡普便询问起魔物的特征来。在得知那个魔物拥有着锐利的獠牙、红色的眼睛以及3个头颅时，卡普不禁地在心中惊呼道：“这不就是在说自己的爱犬科尔伯洛斯吗？不会有错，因为所有的特征完全一致。”果然，那个可爱的家伙最终因为太想念自己，所以从魔界追到了这里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幻想时，一旁的接待员则犯愁地说道：“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照这样下去的话，说不定这座城镇将会毁于魔物之手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卡普便正义凛然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那么那个魔物就由我去解决吧。”亲王后圣女感觉不妥，因为卡普曾经说过自己并不想战斗，而此时卡普则一反常态地表示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他也不能容忍魔物的暴虐。此时已恢复完毕的勇者随即表示，既然师父要去战斗的话，那么自己也要跟着。亲王后卡普感觉要是让勇者跟他一块前往的话，万一被他发现自己与科尔伯洛斯的关系，那就不妙啊。于是他再次进入了师父的模式，并随即说道：“帕菲米亚，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吧，毕竟你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完全的恢复。”但是勇者还是表示自己非常想看师父的战斗，而卡普则一本正经的回道：“不可以，对方可是能将你伤成这样的高手，所以这次恐怕自己也不得不拿出真本事了。”勇者亲王后感觉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自己更应该跟他一块。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一旁的会长便将其打断，并同时表示希望勇者能听卡普的话，老实的待在工会里，因为你师父话中的意思便是有你在身边的话，那么他将无法拿出真本事战斗。听到这里，虽然勇者有万般的不舍，但是也不得不同意了下来。圣女也跟他一样，
无法帮上任何忙的他，也只能祝卡普武运昌隆。在听完后，卡普随即表示，既然是胜利的女神在为我祈祷，那么我一定会顺利的完成任务并活着回来。一番话语下来，给众人感动的是痛哭流涕。与他们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卡普那边，此时他的心里已经乐开了花，并期盼着与自己的爱犬再次的相逢。正当卡普还在一脸兴奋地赶往城外时，那魔王城中的四天王也没有闲着。在处理完手中的文件后，路维亚便要打道回府，而一旁的布雷泽鲁则让他稍等片刻，却让路维亚不解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今晚有空吗？我找到了一家不错的酒吧，要不要一起去放松一下？”然而话音刚落，路维亚便以家中有事为由拒绝了他的邀请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但是布雷泽鲁还是依然不依不饶。看到这里，路维亚只能讽刺地说道：“你的性格还真是没有改变，从小到大无论对任何事情都得斤斤计较。”说完后，路维亚便随即表示自己还要赶回家中照顾宠物，因为最近他的样子有点奇怪。在听见自己还没有宠物重要后，有点恼羞成怒的布雷泽鲁随即说道：“说起宠物来，路维亚，你还记得我的研究内容吧？”对于这一点，路维亚给予了肯定。不就是那个合成兽的玩具研究所吗？听完后，布雷泽鲁呵呵一笑，并回道：“没错，就是那个通过将魔物的细胞不断的改良，从而创造出更加强大的怪物。”听到这，路维亚还是不以为然，而布雷泽鲁则接着说道：“其实为了实战，他已将一只改良后的魔物释放了出去，应该再过几日就会得到相关的数据。只要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强化，从而创造出更为强力的魔物，那么到时候他的力量也会更加稳如磐石。所以，与其选择那个最弱的卡普，不如选择四天王中最强的自己。虽然你似乎很看得起卡普的能力，但是已被驱逐出四天王的卡普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力量。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路维亚便下意识地给了他一巴掌。在打完后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于是又跟他做了简短的道歉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看到这里，布雷泽鲁只是平淡地说道：“算了，反正到最后的话，自己将会得到所有的一切。”与此同时，卡普仍在一脸兴奋地期待着与爱犬的重逢。然而在他刚到魔物巢穴的附近，便听见一声惨叫，却让他不由得朝声音的源头望去。只见远处的一个残影让他不禁地喊出科尔伯洛斯，但是喊到一半，卡普才猛然发现眼前的魔物根本不是自己的爱犬，却让他不禁地在心中大喊道：“这是什么鬼啊！”此时一旁的冒险者在发现了卡普后，随即便让他赶紧逃跑。眼前的魔物可不是铁级冒险者能够战胜的对手。面对他的讲话，卡普不以为然，因为此时的他已愤怒到了极点。随即卡普便大声喊道：“能不能别长得这么让人容易误会，害得我白高兴一场。还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个世上可以拥有3颗脑袋的魔物只有我的科尔百洛斯，因为只有可爱的他才能够胜任。所以你这个冒牌货竟然敢在这里戏弄我，这份罪孽可是非常深重的。”话音刚落，卡普便使出了急死魔法，伴随着强光的闪过，三头龙也发出了阵阵的悲鸣。不多时，他便摔倒在地，并彻底的失去了气息。眼前的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以至于在场2名冒险者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卡普便已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里。在看见不是自己的爱犬后，卡普也只能无精打采地往城镇走去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此时他的爱犬科尔伯洛斯还真有点想他了。虽说他在路维亚的家中过的是衣食无忧，但是有一点让他感到了恐惧，为此他才特意躲着路维亚。但奈何肚子不争气，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后，他也被路维亚成功的找到了。在看见他肚子有点饿后，随即路维亚便将自己拿手的饭菜端了上来，却让科尔伯洛斯想死的心都有吗？在成功解除了三头龙的危机后，卡普便一脸失望地回到了工会。在看见师傅已平安归来，勇者便立即冲入了他的怀中，并随即向他表示了欢迎。虽然卡普感觉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别这样为好，但是这股温馨的感觉又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爱犬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苦恼时，此时一旁的圣女向他说道：“欢迎回来，卡普亚大人。”听完以后，卡普也立即进行了回应。然而在看见圣女那泛红的双眼以及眼前那2眼泪汪汪的勇者后，卡普便立即表示了抱歉，并随即说道：“让你们担心啊。”对于这一点，2人表示了否定，因为他们相信卡普的实力。此时勇者向卡普询问道：“师傅，你把那个家伙干掉了吗？”听完后，卡普只是一脸失望地说道：“算是吧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工会里便传出了感动与惊讶的声音。他们没想到卡普居然能打倒多头龙领主。听到这里，卡普气的是口吐鲜血，他在心中不由得吐槽道：“你大爷的！既然你们早就知道讨伐的对象是什么，那么为什么不早点说？”此时一旁的勇者在听完众人的称赞后，随即向卡普表示自己也想跟师傅一样，成为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勇者。通过他的讲话，卡普察觉出了不对劲，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回应，圣女便率先对勇者表示了鼓励。听完后，勇者也随即回应道：“自己会努力的。”然而正当2人还在互相鼓励时，此时一旁的接待员向卡普询问道：“是否已将能证明打倒多头龙领主的东西带回来了？”这时卡普才回想起来，工会里还有这条规定，
不过因为当时自己火气上头的原因，所以在解决完多头龙后便直接回来，也就是说并没有带回任何的东西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卡普突然想到了一点，并随即庆幸道：幸亏自己没有带回任何东西，上次就是因为狼人的关系才害得自己那么惹人注目，如果因为这次的事件再给他建个博物馆之类的场所，那么还不要了他的老命了。所以借此机会直接将打倒多头龙领主的功劳甩给别人，岂不美哉？想到这，卡普便立即开始了甩锅的行动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某位冒险者便先他一步率先说道：且急冒险者，你有东西忘记拿了。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一个硕大的骸骨也映入了众人的眼帘。在仔细查验之后，接待员随即确定了地上的骸骨其实多头龙领主身体的一部分。于是他急忙询问对方是如何得到的这个东西。但是在看清楚来者后，接待员再次惊呼道：这不是绝闪的米斯特鲁大人吗？此话一出，现场瞬间沸腾了起来，因为眼前之人不仅是银级冒险者，而且还是能排进王都10杰的存在。听到这里，卡普不由得在心中吐槽道：当时自己在消灭多头龙的时候，好像他也在场，但是没想到此人竟然还是个大人物。此时一旁的接待员向米斯特鲁询问道：难不成是你打倒的多头龙领主吗？那么卡普亚大人刚才所说的就是谎话了。听到这里，众人瞬间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卡普。与他们的反应不同，此时卡普正在心中一顿狂喜，他感觉那安宁的生活正在逐渐向他靠近。只要米斯特鲁承认是自己打倒的多头龙领主，那么他就彻底解放了。所以卡普在心中不断地向他祈求道：求求你赶紧把这个功绩从我这里抢走吧，只要你能承认是自己打倒的，那么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然而话音刚落，米斯特鲁便指着卡普说道：并不是我，而是这个男人打倒的。听完后期的卡普差点当场晕倒。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，米斯特鲁便接着问道：为什么你会将打倒的猎物留在那里独自回来？难不成是想让给我吗？听到这里，卡普随即在心中吐槽道：我哪有那么高大上，只不过是单纯的将这事忘而已。可是现在的氛围又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想到这里，卡普只能一脸心虚的说道：其实就是那样，因为看你们好像都受了重伤，就想着将它当成医疗费送给你们。在讲完以后，卡普发现米斯特鲁并没有回忆，这样本就心虚的他更加心虚了。正当他还在为此而苦恼时，米斯特鲁突然将他的双手托起，并随即表示了感谢。15年前那条恶龙烧毁了他与同伴的家乡，为此他们经过了数十载的努力，为了就是能将恶龙彻底消灭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家伙的实力突然变强了许多，却也导致了他与同伴的失败，没能亲手血刃恶龙实属遗憾。但是你的温情，我和同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非常感谢你，卡普亚阁下。听完后，卡普只感觉对方将这事讲得也太夸张了吧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公会里的众人便被感动得痛哭流涕，他们感觉卡普果然就是神明派来的圣者大人，是专门为迷茫的人类指点道路的。伴随着这件事不断的发酵，卡普也在这平静的小镇上越来越显眼了，却让他时常怀疑人生。在解决完多头龙领主的事件后，圣女便应米斯特鲁的请求，为他的同伴恢复伤势。在圣女的努力下，他的同伴很快便转危为安。看到这里，米斯特鲁急忙上前答谢圣女，并承诺这份恩情迟早必还。在一顿寒暄过后，米斯特鲁突然话锋一转，开始询问一旁的帕菲米亚是否就是圣女选中的勇者。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米斯特鲁便开始针对他近期的表现加以批判，并在最后附上了一句：你真的有被夏龙大人选定的自觉吗？听到这里，卡普不由得感觉对方讲话也太直接了。虽然那些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，勇者的任务达成率目前来说不仅只有2成，而且光是完成铁级任务就已经竭尽全力了，所以说他并不是没有努力。然而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思考时，另外一旁的圣女则急忙上前为勇者解释。不过以数据说话的米斯特鲁并不买账，虽然圣女还想继续说下去，但是却被勇者拉了下来。帕菲米亚感觉自己的确没有足够的自觉，而且也没有能保护他人们实力，照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帕菲米亚恳请米斯特鲁好好锻炼他一番。对于这一点，米斯特鲁感觉即使是这样，他的实力也不可能轻松变强，但是在他的一片赤诚下，最终米斯特鲁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毕竟他的同伴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，而且自己还需要向圣女大人回礼。就这样，在2人达成共识之后，他们便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进行疯狂的锻炼。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卡普暗自高兴，他感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的话，说不定他很快便能摆脱圣女与勇者的纠缠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勇者与米斯特鲁进行着没日没夜的训练。看到这里，卡普倍感安心，他认为在王都10杰的指导下，勇者的实力一定会突飞猛进，看样自己离那既悠闲又不惹人注目的生活越来越近了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开心时，突然圣女那孤独的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。在察觉出对方的异样后，他便随即来到了圣女的身边，并询问她是否在担心勇者。对于这一点，圣女表示了肯定，她感觉有可能是自己妨碍了勇者的成长。当初让帕菲米亚去做冒险者的目的，也是想让他找到自信。
但是现在看来，也许有更好的做法。对于圣女的观点，卡普感觉他可能思虑过头了。为了让他明白这点，于是卡普便要带着圣女前往训练场。因为如果勇者干劲十足，而圣女这边打起了退堂鼓的话，那么头疼的可是他自己。为了那既悠闲又舒适的生活，他可不允许勇者与圣女止步不前。于是卡普便带着他来到了勇者训练的场地。在看见许久未见的师傅后，勇者便立即向他展示了锻炼的成果。这一拥抱差点要了卡普的小命。虽然在此期间，圣女与勇者也相互打了招呼，但是之后的气氛却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起来。正当两人还在一脸不知所措时，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两人的僵局。威尔达在看见圣女到来以后，便急忙上前向其道谢，随后众人便寒暄了起来。不久之后，米斯特鲁也来到了众人的身边，并询问两人为什么来到这里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卡普随即表示他是来看徒弟的成长了。亲完后，米斯特鲁感觉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么不如自己现在就跟勇者来一场模拟战，这样的话也好让两人检验一下结果。随后他便与勇者来到了训练场上，在准备完成后，帕菲米亚便率先发起了攻击。看到这里，卡普随即惊呼道：“勇者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威尔达便来了句：“快倒是变快了。”亲完后，卡普便察觉出他话中有话。此时另外一边的勇者虽然攻势凶猛，但是却迟迟不见他击中米斯特鲁，却让两人感到了可惜。在为其加油呐喊之际，卡普突然发现米斯特鲁那个家伙从模拟战开始之后便一步没有动过。他应该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两人，虽然勇者的能力是顶级的，但是他本人却完全没有战斗的才能。现在的他无论是距离的把握还是打击感都完全不行。如果肯花时间的话，那么帕菲米亚也许会成为一个厉害的勇者，但是魔族显然不会给他成长的时间。就在他们锻炼的这段时间里，也有很多人因为魔族的迫害而死去。正当卡普还在为此而思考时，两人的模拟战却已结束。看着勇者不再向自己攻来，米斯特鲁便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这是怎么，帕菲米亚？模拟战还没有结束呢，到头来你的觉悟只有这点程度吗？”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我不仅做了很多任务，而且还让米斯特鲁先生锻炼了我一段时间，为此我还特意离开了他们两人。然而到头来我还是依然的如此弱小，看样我并不适合战斗，也没有能力保护他人，所以这个勇者我不做啊！”此话一出，卡普差点吓晕了过去。如果帕菲米亚不当勇者的话，那么他那既悠闲又舒服的生活岂不就遥遥无期了吗？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卡普随即喊出了帕菲米亚的名字，并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他的身边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勇者始料未及。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，卡普便询问他最擅长的是什么。虽然勇者感觉自己擅长的是身体能力，但是卡普却又不同见解。他认为帕菲米亚最擅长的是精神活泼。此话一出，让勇者随即一脸问号了起来。随后卡普再次表示，在魔族的干部中，像帕菲米亚一样的实力者比比皆是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像勇者一样充满活力，所以说帕菲米亚是世界第一的精神活泼也不为过。这句话让勇者吃了一惊，看他已经上套，卡普便随即再次忽悠了起来。在这糖衣炮弹的轰炸下，勇者终于再次找回了自信。为了让他彻底忘记之前的想法，于是卡普便拜托米斯特鲁再次与勇者进行一次模拟战，并在开始之前，卡普特意给了勇者一些建议。对于他的讲话，帕菲米亚感到了吃惊，而卡普则表示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在准备完成之后，两人也再次展开了对战。这次依然是勇者率先出手，看着他的招式与之前完全一样，威尔达便感觉勇者又会重蹈覆辙。而另外一边的米斯特鲁也察觉出了一点，那就是面对自己的攻击，勇者并没有躲闪，却让他随即认为卡普想将帕菲米亚培养成盾骑士，因为红狼族的坚硬程度在亚人之中也是顶级的存在。米斯特鲁感觉卡普的想法虽然不错，但是却万万不能这么做，因为对方可是预言的圣女选出的勇者。正当米斯特鲁还在为此而思考时，那场下的圣女则在卡普的指示下，突然大声为勇者加油呐喊了起来。伴随着他那声音的响起，勇者的动作也突然虚猛了起来，这让米斯特鲁大吃一惊。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，勇者便大声喊道：“笔直前进，抱住之后抛出去。”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，李斯特鲁便在一脸蒙圈中被勇者栽进了土壤里。看到这里，卡普便一脸得意地说道：“看样胜负已分。”另外一边的圣女也在看完了战斗的结果后，便立即上前对其表示了祝贺。在反应了半天后，帕菲米亚才意识到自己赢得了比赛，却也让他高兴地欢呼了起来。对于比赛的结果，卡普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所谓的勇者最为棘手的地方，便是能将他人的生源转变为自己的力量。濒临死亡的人类仿佛僵尸一般又复活过来的场面，他可是见了好几次了。勇者真正强大的理由正是这个，所以帕菲米亚，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称职的勇者了。虽说让他们感情破裂，对于身为魔族的自己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跟悠闲自在的生活比起来，那么一切都是浮云。此时另外一边的勇者在经过了这次的事件后，更加确认了一点，那就是自己果然不能没有夏龙的陪伴。
想到这里，勇者便随即对圣女定下了守护的誓言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片温馨的气氛下恢复如初。随后，勇者也对卡普表示了感谢。事情的发展就跟他赛前所说的一样，对于这一点，卡普不禁的在心中吐槽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毕竟自己可是深有体会。因为作为元魔界4天王的自己，不仅经常被勇者抱住，而且还无法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。”在吐槽完以后，卡普便再次对勇者表示了鼓励。在听完他的一番话语后，感动的勇者是立即抱了上去。然而还没等卡普嘚瑟完，勇者便因为条件反射的关系，下意识地喊出了那一句：“抱住之后抛出去。”就这样，卡普也在一脸蒙圈中被勇者栽进了土壤里。